在上期节目中，钓鱼达人高杰与国家级竞钓大师傅小柱在深东探钓竞技混养池，知道了前期如何摸索鱼情，根据具体的鱼情又要做出哪些相应的准备工作，一竿一线间尽显风采。而接下来，我们将具体分析竞技混养池的应用技巧，进一步挖掘在面对复杂鱼情时调钓的精髓，同时看星辰满江红如何破解这冬季魔咒，最后能让疑惑层层揭开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一场海峡两岸钓鱼比赛，最终以台湾钓手的大获全胜，引发了大陆各界钓鱼爱好者的反思。也是因为这一场比赛，悬坠钓如惊涛拍岸之势，席卷大陆钓界。在这之后，人们开始潜心研读悬坠钓的精髓，同时一大批钓鱼人开始引领着变革之后的章法，以钓会友，以钓传技。一场场比赛造就了一个个钓王。时至今日，各大赛事生生不息，九州战火烽烟四起。无论是师承明害，还是闭门造车，在竞技场上，这无声的战斗呈燎原之势，无限蔓延。欢迎收看由浙江家钓迷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《最佳钓技》。本期垂钓达人高杰与国家2级竞钓大师傅小柱继续在深冬时节探钓竞技混养池，而在今天，傅老师将全面讲解选竿和调漂的要领，深入探讨赛场上细节的处理方法。今天怎么样？休息好了？昨晚还好，昨晚我睡得比较早，想今天精神好一点。昨天你不是说是你那个选的杆子用的不是很顺手吗？对，总是顶不起来。对，前期就是说是可能手法上还是多少有点你的自己的习惯吧。然后再一个嘛就是你的线组大线呢有点长。所以呢，也导致呢你这个飞鱼各方面也不舒服。对，这是第三呢，就是可能考虑到你选的杆子呢，当时那个也是的确有点不太适合你。对，我感觉是稍微有些软。对。今天去呢，我看看能不能帮你选一款更舒服一点。好，傅老师。今天这天气好哎，这个大太阳，比昨天温度还要高一些。咱们还是到昨天那里啊。好，一会儿到钓位了，我帮你来选一下竿吧。行，好吗？傅老师。当试钓过后，对此地的鱼情稍有了解，有了对味的饵料，接下来就是考虑如何能够快速有效地将鱼顺利钓获。做钓当日晴空万里，气温70°C，钓位选择依旧与之前相同。那么在装备选择上到底有哪些讲究呢？试钓当天，我选择了一款伏魔的黑坑，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呢，我觉得我对鱼情的这个分析啊，并不是很准确，总是造成一些失误。今天呢，我想让傅老师帮我选一款适合我的杆子，适合这个鱼情的杆子。其实昨天你用的这款杆子呀，我觉得呀，是有点。重是一方面，关键是有点硬了。对，这个是属于一款黑坑的，黑坑的杆子呢，它比较硬，而且适合呢就是黑坑抢鱼用的。你看，好硬，很硬的。那么这款杆子呢，我觉得呢，现在我们在这里钓呢，确实有点不太适合。在这钓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挑一款比较。软一点，轻软，然后能够更轻一点的。好，而且我昨天用的那一款满江红吧，比这一款起码是轻一点。再试一试，我给你找一找看哪一个。好，这是4.5米，这是伏魔典藏4.5米。但是相对的来说，伏魔黑坑和满江红。这两个杆子硬度好，
回鱼速度肯定快，腰力也好，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钓呢，不要求回鱼速度，对，我们现在就是在这钓呢，以频率为主，对，哎，这个就轻了，这个轻了，这个杆子就轻，好，这个钓性我估计也就是个28钓，我来试试，傅老师，你感觉一下，哦，这个扬杆起来，哎呦，这舒服多了。这个是真轻，那你就用这个，好，轻了就用这个，行，我还用我昨天这一把吧，好的，好吗？好，那就这样啊。好。第二天呢，我呢就为它选了一只呢我们的伏魔典藏，因为这款杆子的钓性呢，偏软一点，更便于呢抛竿，还有诱鱼啊、回鱼，可能就适合它对这个鱼情的操作吧。傅小柱依旧选择星辰满江红，是为了稳扎稳打，将每一竿的频率控制得恰到好处。而高杰在抛竿速度和手法上稍稍逊色，长时间垂钓还需考虑到体力的支撑。那么伏魔典藏不但具备良好的腰力，同时竿体的重量较轻，能大大节省钓鱼人的体力。那么选择了一款合适的钓竿，浮漂又该如何选择呢？来，高姐，哎，傅老师，饵料开好了。哦，已经开好了。谢谢。哎，傅老师，是这样的，我这漂我选不好，您帮我看一看啊。你看我今天应该选哪只浮漂？我刚才看了半天，我也不知道选哪一只好。我觉得呀，你现在就用这只伏魔的 P06，这是1号，用这只可能比较适合一点。这个漂呢，它的漂身流线型啊，它就是说是上面宽一点，下面收得紧。它呢，一个是下沉速度会快一点，但是呢，这个漂呢适合呢钓底接。好的，傅老师。哦，好，我先用这些试试。好，谢谢傅老师。试钓当天，我选择了一款就是吃铅量相对来讲大一些的这个浮漂，整体呢就是出现的这个口啊，并不是很明确，所以说呢，我想让傅老师呢今天给我推荐一款适合这里的鱼情这个浮漂。高姐，哎，傅老师，你漂调了吗？我正在调呢，傅老师。哦，其实我用的跟你用的是一个型号，我用的是2号，那个你呀用的是1号。禁忌呢，主要就是一个精准。那么这个塘，我为啥昨天钓完之后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我们需要调7、8目。因为我觉得呢，第一，这个塘底啊有降层，有降层呢，那么我们调的目数低了之后，带着饵下去呢，可能2个饵的重量会压到降层下面。如果要压这样的话呢，鱼是根本找不到你的饵料的。对。在竞技池和黑坑初期，水底都处于较平整的状态，而随着钓鱼人不断抛竿、做窝、垂钓，加之鱼吸食摆尾，久而久之，水底便出现了浆层。这些浆层导致水底深浅不一。那么，面对这些浆层，在调钓过程中就需要更加精益求精。因为我们呢，池底下面有降层，那么我们尤其又钓的是搓饵的重量呢，有可能呢大于这个降层。如果说调的略低的话，那么饵料有可能呢就被降层覆盖住，那么鱼来了之后呢，它找不到目标，那么可能就会造成呢我们有信号打不着鱼的情况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调目呢就尽可能的调高一点，调8目、9目，甚至调10目、11、2目都有可能，但是我们钓目呢会低一点，这样呢就是说是能够避开这个降层的因素。水底的浆层不但对调钓有着直接影响，在饵料到底后，随着窝中大批的鱼不断来回游走，也很容易将饵料埋入浆层之中。
如此一来，便增加了鱼吸食钩饵的难度，让鱼就饵过程中不是那么的方便。这只伏魔 P06啊，它这个漂型呢，首先就适合钓底，而且呢，这个漂的号呢比较小，它整体的吃铅量也会小一点，就适合钓这种底接轻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亩，6亩多，就您这往回再拉一下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把水线不要让它绷住，绷住之后可能就是看到的一个虚的吧。漂就显示的目数就不准了。对。其实条目来说，对我们来说只是让我们有一杆秤，来衡量它，在我们钓的过程中，我们知道我们这只漂的自己的目数是多少。但是真正的在钓的过程中，我们会根据鱼的吃口、真假，然后轻重再去辨别它，识别它的真正的假信号还是真正的入口信号。当时在做钓过程中，我发现我每一竿抛下去的这个目数啊都不太一样，有的时候是1目，有的时候是2目。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降层是不是给我们的那个调钓有一定的影响。付老师，我中鱼了。哎呦，这个杆子用起来舒服多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高杰选用了4.5米的伏魔典藏，较轻的竿体，良好的钓性，让他信心倍增。伏魔 P06 1号漂配合适当的调调，解决了浆层带来的困扰。当鱼就饵时，抓准确信号，适当放口；回鱼过程中，利用杆子的调性，最后不慌不忙将鱼抄入网中。欢迎收看由浙江家钓泥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《最佳钓技》。伏魔在手，万事无忧；金鳞池中物，垂钓满江红。本节目同时也要感谢浙江金华美辰户外的大力支持。选择了正确的钓竿，用合适的调调解决了浆层的困扰。那么接下来，付老师又会帮高杰解决哪些垂钓难题呢？在混养池中的鱼几乎为反复钓放的滑口鱼，吃饵相对谨慎，且吸食土钩速度较快。因反复垂钓，相对于生口鱼，体现在漂向上的信号便复杂了许多。为了降低鱼的警惕性，同时要吸引到冬季活性较低的情况，挑竿逗鱼或许是比较好的方法。付老师啊，那个我看你每次啊，就是抛竿下去之后，没过一会儿，你看没口，你就会把竿子提一下，您是就是在逗鱼是吧？对，引逗一下。我刚才也看着您那个方式，我也逗了几下，但是我感觉我这边那个出现的这种不像你逗了一下马上就有口啊，这是有什么技巧吗？付老师，我到您那看一下啊，我看您是怎么逗的。钓鱼啊，我知道需要去逗鱼，
但是呢，我每次斗鱼的这个手法感觉都是不是很好，每次呢把那个饵斗掉，所以说呢，我就跑到傅老师的身边去看一下他那个斗鱼的手法是怎么样的。就是咱们在斗的时候是有没有什么一些讲究啊？手法上面？斗漂呢，一般的采取呢就是往回呢把漂拖2目，拖着让漂往回走2目，就是说是能够把饵呢能够拖着动一下，这样呢就是说是第一能把它从原来的位置拖动，第二呢就是它动了之后呢，在这种情况呢，鱼呢可能会误认为是活饵，也可能会去吃的。中鱼了。对。其实关于这个斗鱼引斗啊，也是一个这样的情况。那么我们呢，下面有2个饵，那么这2个饵呢，如果说地形不确定的话，可能会有杂草，会有什么石头缝，那么还呢就是说是有降层，把这个饵呢给盖住了。这个时候的鱼来了之后呢，发现不了我们的目标。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去把它引逗一下，轻轻往回拖一下，把2个饵能拖出来。这时候呢，鱼呢就能够发现目标而去呢，有可能还认为这是活饵，有可能呢就是去吃饵的几率呢会更大一点。在引逗的这个手法上呢，一般呢我们都采用呢就是往回拉，尽可能的把漂呢能拖动，带着2目，让它拖动走2目。然后再让它归位，也就是明显的让2个饵呢在水底呢会这样走2目的位置，就把饵呢能够明显的能够拖出来。斗鱼的目的，一方面是为了让饵在水底有动态诱鱼的效果，另一方面也防止了搓饵陷入浆层中，更容易引起鱼的注意。然而，斗鱼的手法极其讲究。一般来说，挑竿的幅度不宜过大，在浮漂上体现2目上下即可。这一逗了一下就来了，大鲤鱼。欢迎收看由浙江家钓泥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《最佳钓技》。伏魔在手，万事无忧；金鳞池中物，垂钓满江红。本节目同时也要感谢浙江金华美辰户外的大力支持。通过斗鱼手法让命中率有所提高，那么中鱼率提高后，又如何让回鱼过程一气呵成呢？哇，挂了2片鱼鳞上。竞技塘的鱼呢，有一个特点，那么这个鱼呢，都很滑，可能呢会造成很多的假信号。傅老师，傅老师，我刚才这一竿啊，我2个钩子都锚了2片鱼鳞，一个钩子锚了1片鱼鳞上来。就是刚才那个漂向啊，就是忽上忽下，忽上忽下的，然后一下下去。这种口的话是鱼在下面蹭线还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应该是可能是蹭线的吧。这个你如果要是感觉还是那个假信号，你就放口吧。那么怎么能去把假信号过滤到呢？我们也就是采取了一种放口。那么这种信号呢，它一定呢在鱼下嘴去吃这个饵的时候，它的入口动作一定比其他的假信号要有力度，一定会有钝感。当大批的鱼被诱入钓点，来回在钓饵周边游走，难免蹭线或试探性触碰钩饵。此时在浮漂上出现信号，
那么解读竞技混养池的漂向，有时候就成了垂钓者们最需要注意的细节。哎，你没发现高姐，你今天换了杆之后呀，你比昨天你跑鱼的概率都小了，次数也少了。是的啊，你像你昨天用的那个杆子吧，杆子我发现它那个杆子比较硬，它其实发力啊，从杆梢第2节开始就已经发力了，而你今天呢这个杆子呢，几乎在第3节上才受力。对，所以呢，它的这个2个发力的节数不一样，那么它那个受力点不一样，对吧？对，造成这个跑鱼和不跑鱼呢，它还是有关系的。整体我感觉这个杆子在扬杆的时候，不会说突然就给鱼那种很大的这种刺伤的力。对啊，我去看看傅老师怎么钓的。傅老师啊，我歇一会儿，我来看看您钓。有些细节的方面的东西，我还得想仔细观察一下。是吧？我下午钓的时候也在琢磨着，有些我感觉还是不太，就是做的还感觉还不是很到位。那么这个滑口鱼啊，警惕性特别高的这种鱼呢，它吃食的速度啊是非常的快的，就是说是在漂向上，有可能你看到的漂向它是吐口了。你吃口你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去打那个信号。你看来了啊，信号来了，还是一定要抓这种有力的顿口，进嘴的。你看它是在上下忽悠，这是它上饵吗？不用管，不是，它没有入口，它在试图在吃，在拿嘴在创一些。哇，这个口，对，就是一上一下的忽悠。看到吧？看到了，最后一口，你看，果然是是鲤鱼吧？对。最后一口是有力的下顿了。哎，傅老师，我看您渔获。哇！其实呀，就是这2天我跟你钓了2天吧，我看了一下，你呢就是有一些就是动作，因为你常年你自己的一个习惯行为已经习惯了，对，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动作。一个方法，你可能当时认可了，但是在你钓的过程中嘛，你可能又疏忽又忘掉了，对，又会，所以以后回去啊，还是多钓，多总结，好，我觉得就行，其他都没啥，我觉得你钓鱼还是比较有天赋的，感谢傅老师，把鱼放，谢谢您傅老师，这2天一直照顾我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搭配好了正确的装备，掌握好了细节的技巧，做到了稳扎稳打，最后的收获自会水到渠成。而行走在竞技之路，除了对技巧的掌握，更多的是累积经验。今天的做钓结束了，下一站会是在哪儿？会有谁来帮助我们解决垂钓难题？家钓泥与你一同期待。傅老师吧？是。你好。你是？我是安徽的钓友，我叫高杰。高杰呀。对，没想到这次是您作为，您看上去很年轻啊，傅老师。都快50岁的人了，还年轻啊。就是这样，对。这个失败了，这个还是再开了。